你准备好去工作了吗？很好，我们的团队工作认真勤奋，很高兴你决定成为我们的一份子。种植咖啡豆、水果或花卉等农作物并非易事，但你很快就会发现它特别有收获。部分工作内容和使用农药或和直接接触到农药的人有关，所以在你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向你说明几件事。因为你将在使用农药的地区工作，而你的雇主必须提供这些安全培训。这属于联邦法规中名为工人保护标准 WPS 条款的范畴。这是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制定的规则，其概述了你的雇主对身为员工的你所应承担的责任，并指出了在面对有害物质时，你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同事的安全。根据该法规，工人的定义为在过去30天内施过农药的地方工作的任何人员。处理人员是指混合和装载农药、施药或协助施药的任何人员。清洁、处理或调整施药设备部件的人员也被视为处理人员。处理人员必须年满18周岁。作为该规则的一部分，在你进行施药或在已施药的地区工作之前，你的雇主会用你所能理解的语言提供农药安全培训。该培训必须每年进行，培训时必须有培训师或讲解人员在场，以便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对理解此信息产生疑虑或疑问，欢迎立即随时询问培训师。在培训演示结束后，你将被要求签署一份培训记录，表示你已接受该年度 WPS 培训。此外，更重要的是，请记住，你的雇主不能因为你遵守 WPS 规定而惩罚你，不能因为拒绝在不安全或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工作，或与 EPA、州政府或部落官员分享任何相关信息等原因而使你受到威胁或恐吓。如果需要，你可以指定一名你信任的人作为代理人，要求获取工作中有关施药的特定信息。该指定代理人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呈现。你有责任了解这些信息，并每天在工作中应用这些安全工作措施，毕竟这些安全措施是为了保护你的健康。同时，你也要为你的同事负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工作中保证大家的安全，以及在发生事故时如何帮助同事，就像他们帮助你一样。让我们先谈谈农药。农药是一种化学品，用于防止或尽量减少害虫对农作物的破坏。害虫可能是昆虫、啮齿动物，甚至是植物病害或杂草等，任何可能伤害或破坏农作物的东西。农药有多种不同的类型：粉尘和颗粒制剂、液体或喷雾剂。每种类型都有特定的目的和一系列特定的注意事项。当你按照标签说明进行使用时，农药是相对安全的。这里的关键是按照标签说明使用，无视标签说明是违法行为，并可能危害到生命安全。即使是最少量的农药也会让人感到身体不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正在使用的是什么产品，以及用在了何时何地。农药接触通常发生于以下4种主要情况： 1. 通过皮肤接触； 2. 进入眼睛； 3. 进入嘴里； 4. 通过呼吸或吸入颗粒。皮肤与农药接触可能发生的情况有直接性接触，比如被溅到或在喷洒中漂移；还可能是通过间接接触，例如接触到在植物或设备上干掉的农药残留物。保护自己免受皮肤接触的最佳方法之一是随时穿着合适的工作服，包括长袖衬衫、长裤、袜子、鞋子或靴子。有时偶然会发生眼睛接触，例如用手揉眼睛或额头。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嘴巴。将任何东西放入口中之前，请务必先去洗手，如食物和饮料、口香糖、烟草制品等。同样重要的是，将所有农药产品存放在带有标签的原始容器中。勿将剩余的农药存放在旧瓶或其他食品专用容器中，这是违法行为，可能导致潜在的致命事故。
农药吸入可能发生在一瞬间，我们将在整个培训过程中讨论多种防止意外接触的做法。你的雇主必须提供一个中心位置，你可以在该处获取施药的相关信息，包括正在使用的是何种产品、使用地点以及安全措施和紧急信息。所用农药产品的标签必须与安全数据表 SDS 一起被保存在中心位置。SDS 可以提供所有必要的化学信息，以及与紧急医疗援助相关的详细信息。如果你需要在工作时间使用这些文件，你的雇主会告诉你这些文件的存放位置，详细的施药文件也会在此处一并提供。你还会看到一张安全海报，其中包含易于理解的常规和紧急去污相关信息。它还包括当地紧急服务和附近医疗机构的联系信息，以应对严重的农药接触情况出现。海报上也会有州政府或部落机构负责农药执法单位的电话号码，你可以使用此联系号码举报对农药产品的不当或不安全使用行为。我们必须再三强调，了解这些信息非常重要。如果你找不到所需的材料或难以理解这些信息，请联系你的老板，向他提出你的疑问。农药标签提供急救信息、紧急联络号码、警告信号词和 EPA 注册号，还有产品 REI 的相关说明，即限制进入间隔。REI 说明了在施用农药后需要经过多长时间，工人才可以安全返回农药处理区域。REI 生效的区域可能会标有此类标志。REI 超过48小时的农药或需要口头和视觉双重通知的农药将带有这样的标志。请勿进入是一条简单的信息，但需随时随地被严肃对待。每当你看到这样的标志，就算 REI 的时间已经结束，也必须遵守它。许多产品不要求张贴标志，这就是为什么雇主有责任必须直接告诉你哪些是施药或喷洒农药区域的原因，并提供完整和最新的施药记录。不是每个有农药残留的区域现场都会有标志，因此请随时穿着适当的工作服。有一些例外情况允许在 REI 到期之前提前进入，例如需要进行紧急设备维修，或者需要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天气变化实施农作物保护工作。不过，工人必须穿戴所需的 PPE， 即个人防护装备。在指示工人提前进入场地之前，农业雇主必须向工人提供明确和具体的任务信息。提前进入的工人必须年满18周岁。标签上的信号词可以用来快速简洁地了解特定产品所存在的危害。注意表示通过吸入或皮肤吸收的最低毒性，它也可能造成眼睛刺激。警告表示因接触而引起的中度毒性反应，可能包括严重的眼睛刺激或损伤，以及严重的身体影响。危险表示眼睛损伤和潜在的严重身体损伤和不适的风险升高。危险毒药是最致命的情况，如同伴随这个信号词的骷髅和交叉骨图像所示。接触到任何一种此类产品都应被视为最严重的情况，需立即进行紧急医疗护理。事实上，基于农药残留的可能性，严肃对待工作中所见的所有农药信息显得非常重要。农药残留不容易被看见，但它们仍然可能存在。它们可能残留在植物、拖拉机或其他设备上，例如喷洒或化学灌溉设备。残留物也可能出现在土壤、灌溉用水，甚至在同事的衣服或个人防护装备上。永远不要假设表面没有残留农药颗粒。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经常洗手，尤其是在将东西放在嘴里之前，或将东西放在眼睛附近之前，甚至上厕所之前。如果你的手不干净，农药产品可能引起皮肤不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使用肥皂和水彻底淋浴，包括用洗发水洗头，并在工作结束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如果你不能在农场淋浴换衣服，那么它必须是你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你重新穿上用过的工作服，你可能会将干净的皮肤暴露在化学残留物中。
不要忘记将工作鞋或靴子留在农场，或在进门之前留在家门外。最重要的是，在你淋浴并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前，请避免和你的家人发生身体接触。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不得进入经过农药处理的区域，对孕妇及胎儿来说尤为重要。对于那些不知道哪里会有农药或残留物的人来说，更会有过度接触农药的风险。由于发育中的儿童对农药更加敏感，当儿童和成人接触到相同程度的农药时，儿童的健康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呢？预防接触有毒物质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常听到的彻底洗手，使用肥皂和水。你在这里所做的每项工作都有接触农药或残留物的风险，请经常定时洗手。请记住，干洗手液不能取代用肥皂和水清洗。再重申一遍，请确保在上厕所之前先去洗手。敏感皮肤区域若接触到有毒物质会很痛苦，并可能导致严重伤害。处理人员和提前进入的工作人员也应佩戴个人防护设备，即 PPE。农药标签会指定每个特定工作或产品所需的 PPE。你的雇主负责提供、存放和维护贴有标签的 PPE， 以及正确使用 PPE 的必要培训和评估。但是对于大多数标准实地工作来说，并不一定需要使用 PPE。当农场需要时，你的老板必须根据标签上的规定提供干净、维护良好的 PPE。无论是 REI 还是施药流程期间，如果产品标签有要求，参与的每个人都必须配备相同的 PPE。根据处理农药的特定工作或提前进入施药农场的工作要求，你可能需要佩戴防毒面罩。再强调一遍，请依据标签说明来混合装载或施用农药。如果你被选中从事这项工作，你也将接受专门培训。在没有这些额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绝不能要求你佩戴防毒面罩。任何佩戴防毒面罩的人都必须先通过医学评估，看他们是否可以安全使用面罩。这需要专业医疗人员向你询问一系列的问题，它不一定是体检，尽管最终也可能需要做一次体检。你的雇主需要负责所有这些额外要求。下一阶段将是防毒面罩合适性测试，这部分也由你的雇主提供。这通常包括戴上面罩并暴露在难闻的雾气或蒸汽中。如果你闻到气味，说明你未正确佩戴面罩。若佩戴者在经过多次调整后仍能闻到气体气味，说明他需要不同尺寸的面罩。重复该过程直到面罩完全紧贴，并且没有发现任何气体气味，则表示你已正确佩戴面罩。脸部蓄胡须的男性在使用面罩时可能无法完全密合，因此需要将胡子刮干净或佩戴替代式面罩，例如这种头盔式防毒面罩。处理农药混合装载和施用的人员需要有特定的知识和条件，这决定了谁可以做，谁不可以做。未经培训的工人不允许进行农药的混合装载和施用。如果这不是你的工作范畴，请远离这些产品。如果这是你的工作内容，并且你已接受过培训，那么你需要得到适当的保护。再次强调，农药标签已清楚地说明了该特定产品或工作所需的 PPE。雇主必须提供 PPE。请记住，标签内容具有法律效力。你的雇主有责任提供 PPE， 以及指导你如何正确佩戴，并帮助保持清洁和良好的使用状态。这对于随时确保你和同事的安全至关重要。你的老板会给你具体的指导。现在你知悉了使用农药的相关信息和 PPE 的使用权利。然而，有时意外接触仍会发生，你该怎么办？首先，务必尽快清除沾到你身上的农药产品，脱掉可能被污染的衣服，但请同时确保不要进一步接触到农药产品。立即用水冲洗所有接触到农药的皮肤部分，接着用肥皂和水清洗，用肥皂和水淋浴，并用洗发水洗头，然后尽快穿上干净的衣服。如果你的眼睛碰巧沾到农药产品，务必立即用水冲洗。
如果你无法使用洗眼站，找到最近的清洁水源，无论水是来自龙头、重力供给装置，或甚至是手上的一瓶清水。首先，确保水的温度适宜，要特别小心留在阳光下的软管。然后将水直接轻轻地注入眼睛，至少15分钟，让水流向与另一只眼睛相反的方向。如果你佩戴隐形眼镜，请在洗眼5分钟后取下并丢弃它们，然后再继续冲水15分钟。如果农药标签要求保护眼睛，洗眼站必须能够以每分钟 0.4 加仑的水数输送15分钟，或总共6加仑的水。工作现场必须为每个处理人员提供装有至少1品脱水的便携式容器。你可能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或症状，但你知道你已经接触到产品。那么首先，你必须立即通知你的主管，然后参考产品标签上的急救说明。如果是皮肤接触，你可能只需要使用肥皂和水进行清洗。在你的工作现场，你的老板会在 0.25 英里以内的距离随时为你准备好供应用品，例如干净的水、肥皂和一次性纸巾。在紧急情况下，距离你最近的干净水源，包括泉水、溪流、湖泊或其他水源，也可用于去污。如果该水源比雇主的供应产品离你的所在位置更近。切勿使用灌溉水冲洗或洗涤，更不可以饮用灌溉水，因为它可能含有灌溉过程中使用的农药或其他化学物质。也许你不知道自己已接触到农药，但你知道你感觉不舒服、头痛、皮肤或眼睛发痒、恶心、出汗过多，都是接触到农药的征兆。如果你开始出现这些症状，请立即告知你的老板。你的雇主必须提供你所需的医疗护理，并在必要时提供前往紧急医疗设施的交通工具。或者当你发现同事身体不舒服，甚至失去知觉时，同样的，请立即通知你的老板。在你得到妥当的保护之前，请勿与感到不适的工人进行接触。如果可以，请找出工人可能接触过的产品名称和 EPA 注册号，这会是帮助获得适当治疗的关键信息。如果此人失去知觉，请勿将任何东西放入他的口中，这可能会造成窒息危险。如果他们吞下了农药产品，除非标签上显明，否则请勿试图进行催吐。通常，催吐后的化学元素可能会给个人带来更大的健康隐患。请始终遵循农药标签上的急救说明。农药接触也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被发现。有时你会立即感到不适，这些被称为急性效应。延迟效应是指你已经接触到农药，但之后才感觉受到影响，可能是数小时或数天。敏化效应是指农药需要在你的体内积累到一定水平，你才能感觉到它们的作用。有时在暴露数月或数年之后，你才感觉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慢性效应，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有时在炎热的天气或封闭空间工作，例如温室，你可能会产生热应激。在这些极端条件下，穿着 PPE 工作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出现头痛、恶心、头晕、虚弱、易怒、口渴、大量出汗或体温升高等症状，你可能发生了热应激。你最好在农药处理现场外找一个凉爽的地方稍作休息，脱掉多余的 PPE 和衣服，喝杯冷饮，找人陪你坐下，直到你感觉开始好些为止。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必须知道联系主管的最快方式，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对紧急情况所需的信息。处理农药是分秒必争的事。你的主管需要向紧急医疗技术员 EMT、护士、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农药标签副本以及 EPA 注册号和 SDS， 这些将有助于确定紧急治疗措施。避免接触农药的其他方法还包括了解你的所在位置和附近地区的工作情况。有时，天气或不寻常的情况会导致农药材料降落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被称为漂移。这可能会导致你或其他人接触到农药。
请随时避开施药区域以及可能因施药而产生的雾气或粉尘。施药者应监测风向或其他天气条件，以尽量减少漂移。另一种更能保证安全的做法是，在距离工作现场 0.25 英里范围内提供去污用品、干净的水、肥皂和一次性纸巾。你的雇主必须为每位早期进入的工作人员提供3加仑的干净水，为其他工作现场的每个工人提供1加仑水，为每个处理人员提供3加仑水。如果这些进水的位置比清洗间或主楼更近，工人便可以先使用这些水清洗。此外，切勿将用过的农药容器带回家，无论你清洗过多少次，或者认为水壶或瓶子已经被彻底冲洗干净。极少量的农药产品也可能使你或你所爱的人感到非常不适，这根本不值得冒险。如果这是你的工作范畴，请务必了解回收或处置用过的农药容器的正确方法。施药完成后，所有设备必须正确清洁和保存，而所有农药必须存放在原本的容器中，并放置在上锁的储存区域。只有合格和训练有素的处理人员或施药人员才能使用它们。农药不得与食物、牲畜饲料或 PPE 存放在同一区域。在你脱除 PPE 时，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正确清洗手套，并在脱除其他 PPE 部分时继续佩戴手套，然后在最后取下手套之前再次清洗手套。将 PPE 存放在清洁干燥的地方，远离极端温度或化学农药。工作服使用完后，必须经过清洗后再穿，以免进一步接触农药或残留物。如果你将工作服带回家清洗，请确保使用尽可能热的水，并将衣服挂在外面晾干，最好在脱下工作服后立即清洗。洗衣的人在处理工作服时，应一直穿戴耐化学物质的手套。工作服与其他家庭衣物必须时刻保持分类，并分开清洗。如你所见，有很多东西要记住，而这些都是基本常识。教育自己以确保安全，并确保同事的安全。关于农药施用安全，你的老板必须提供你所需的一切用品，让你能在安全的基础上专心工作。如果你对工作有疑问，或者你很难理解自己所处的特定情况，请务必联系你的培训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帮助你获得所需的信息。如果你已被指定为处理人员，请务必观看 WPS 附加材料中的处理人员安全培训演示。请记住，你不会因为遵循 WPS 措施或拒绝在不安全或非法条件下工作而惹上麻烦。同样，你不会因与 EPA、州政府或部落官员分享有关违规或不安全条件的信息而受到威胁或惩罚。我们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农场，期待与你并肩合作。让我们开始吧。